里沾满真爱的心啊。好，各位伙伴，大家好。现在时间已经9点整了。那2023年11月29号，我们的亚兰团长已经在线上了。我们把时间交给亚兰。Hello，开始变法，请。有没有觉得我今天特别亢奋？亢奋的原因只有一个，就是这是我的最后一节课，我即将要毕业了。好啦，没有啦。其实今天的题目其实就是有一点，帮我之前上的所有的课程做一个小小的总结了。对，好歹这样废话也不是废话了，好歹这样子喷也喷了2个半月，从9月中喷到11月底。对，光这个题目也喷了2个半月。对，那也因为这个节目呢，也认识了很多很多的伙伴。那这个认识不是我去认识他们，是他们跑过来，你就是那个被学院的。我有点吓到，我本来想说，居然还有这么多人看呢。对，其实有点意外了，因为我记得我每次上课好像人也没那么多。对啊，只是不知道为什么有一些我没有看过的突然跑过来跟我说这样。好啦，也谢谢这个节目给我这样的一个机会。好，那今天的题目，说起来比较正经800。对，讲到800，我就会想到我们基隆有一个团长。好了，没事。那个今天的题目是幼童军服务员面对的挑战跟议题。其实我不知道各位对于我们童军运动在21世纪，它所要面临到的一些问题跟挑战到底是什么？但是很肯定的是，跟我们小时候是完全不一样。我们小时候就很羡慕那个穿童军制服的，不管是幼童军或者看到童军行义罗服我们只要看到童军制服，基本上就是除了肃然起敬之外，然后还会有一点点的羡慕，就会觉得哇好帅，然后我们可以穿这个衣服到处为非作歹，不对，到处活动讲错了，他们就可以穿着童军制服这样到处活动。然后就会很羡慕他们，然后就会希望我们也能够参加这样的东西，这个活动不是东西。对，但是现在的童军运动是不是也是能够像以前这样？那其实你就会发现，时代的演进跟时代的变迁我们童军的很多东西你就会发现，慢慢的有些东西开始不符合所谓的青少年的喜好。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就开始慢慢的似乎式微了。可能这身制服穿在路上，或许还是会引人注意啦，就是这制服还行。但是那个吸引力是不是还能够像大概我们小时候那样，就是吸引的青少年，然后他们会愿意穿着这身制服，然后乐于参加童军活动，乐于当一个童军。对，那我会觉得我个人的观点来说，就是似乎好像那样子的一个东西，不再像以前那样。对，那接下来我就会想到的是，那我们现在21世纪，我们在这个风头浪尖上，我们到底面临到了什么样子的问题？我就有曾经去思考过，有哪一些议题是我们现在必须要去面对的部分。那我这边有归纳了，大概我们会面临到的一些问题，大概是7个问题。好，但是我相信应该还有更多，只是我这边我想到的或我观察到的，大概就是这7个问题。第一个问题，那就是很明显的就是少子化的部分。那少子化的部分，或许有些团的招生是非常顺畅的，那丝毫感觉不到。但是呢，我相信多数的团其实应该有嗅到这一个部分，这是最明显的部分，就是你就会发现现在因为参加童军活动的孩子，不比以前多了。那不比以前多的原因，除了活动本身之外，那再来一个就是一个很清楚的，就是少子化的问题。少子化的问题就是现在小孩子可能一家可能都生一个，甚至都不生。对，不会像以前我们父母那个年代叫做战后婴儿潮，
你就会发现以前我们那个人很多，人数非常多，不管是学校啊什么什么都非常多。那现在的话，人数似乎没有那么多。不过现在有一个好处就是，现在的家长会比较愿意陪着孩子一起来参加活动，哎，这个是现在的优势哦，以前是没有的哦。以前的家长基本上就是要参加同学活动，好，可以，我有钱让你去，但是我不会去，我没时间，我不想去，他就会就是丢给你，就这样子。但是现在的家长的优势的好处就是他会愿意陪着孩子，但是我们可能还是没有办法避免掉少子化这个问题哦，这是第一个问题哦。那第二个问题就是，嗯，其实因为我这一阵子哈，我比较可能有参与训练服务的工作，然后慢慢的话就是有开始接触到一些课程跟议题。那我后来发现，就是当我接触的时候，我就发现其实我们已经开始在面对一些所谓的环境上的问题了。对，那这个问题其实是慢慢逐渐的、慢慢的影响了我们的生活。啊，那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一个环境气候的变迁。啊，你会觉得啊，这个跟我们什么关系？我们同军活动怎样？但是你要知道，童军活动是以户外活动为主体。那户外活动基本上会影响到户外活动的就是所谓的气候环境。当这些东西产生变化的时候，你难道说这些东西跟你的童军活动会没有关系吗？对，所以其实也许因为是有上课的关系，所以就会变成说，哎，这些所谓的环境议题、环保议题，然后你就会开始去注意这个部分。那其实你说环境议题、环保议题这些部分，这些东西童军里面没有提到吗？恰恰相反，其实童军里面哈、你不论从所谓的童军进程，甚或于自幼的技能章，甚或于同行的专科章，甚至于罗浮的进程，你还甚或于就是我们服务员童军跟童军服务员的规律里面不断的提醒大家环保环境保育的重要性。好，但是现在这个议题来讲，以前或许我们就是它就是童军的议题，但是现在呢，你就会发现这个议题呢，除了童军之外，它是全世界都在关注的议题之一。好，那最近比较红的，大家都知道，对不对？我相信童军人应该都听到烂掉了，SDGs。好，这个部分是目前我们童军总会主推的一个，目前就是联合国的一个这个政策 SDGs。等一下呢，会有影片，大概3分钟左右啊，分享给大家，快速的浏览，大概知道 SDGs 在讲什么啊。如果你们想要对这个议题有比较多的兴趣，那最近总会常常有在开这一门的课，那各位如果有兴趣的伙伴啊，你们可以去参加那个课，会了解的更深入。然后上了那个课之后，其实我觉得像我虽然还没有去上那个课，但是我觉得当我了解之后，我就开始会有一种那种童军人的使命感会出现。你就会发现啊，这个东西其实我们必须要去好好的去理解它，甚至于好好的要去付诸于行动，来拯救我们的环境这样子。那还有一个就是还有一个议题就是所谓的无痕山林的议题。哦，我不知道各位对于无痕山林这4个字有没有听过这个议题？有听过的可以秀一下吗？无痕山林啊，有人听过？OK，好。那无痕山林这个部分呢，其实我们童军有没有做到？其实有，尤其是在我们，进行所谓，其实我们童军在无痕山林，无痕山林其实就是一个观念，就是你走到野外的时候，你要如何去对待大自然，你要如何去跟大自然相处，你要如何不去惊扰到自然中原有的生态跟面貌，要把人的行为降到最低。好，那这个部分的话，我记得幼女童军有一首歌，不知道各位还记不记得？无人知道我曾来此地，哎，这一句话就是无痕山林的最佳诠释，好吧？对，所以其实无痕山林它其实是提醒我们，就是跟大自然相处的一个应该要注意的事情。对，就是我们身为童军人从事户外活动的时候，但是问题是这个部分有没有升值在所谓的幼童军服务员的身上？
然后我们可以借由这样的理念，然后带领的幼童军也可以培养出相同的观念。哦，那我觉得这个部分的话，我会今天想用这样子的一个机会，啊，我今天也不会一直讲啦，因为我觉得一直讲真的口水会喷光光，所以我会尽可能的用一些影片，然后来让大家有一点对这个议题能够有一点点的概念，就是这些议题其实是目前我们身为不见得是幼童军服务员，但是身为童军服务员，目前我会面对的一些议题。那这些议题跟我们的活动其实是息息相关的。好，那我这边大概利用几分钟时间分享这2个议题的影片，我不会讲太久，原则上就是播完之后大家看过，大概知道。啊，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自行查找一些资料或看一些影片，其实大概都会知道。其实它的概念大概原则上就是这样。好，那我们先看一下那个 SDGs 啊，它这个政策的形成的原因，还有它主要的目的是什么？啊，等我一下哦。这样看得到吗？哦，对哦。In the year 2000, leaders from 189 countries agreed on a vision for the new millennium. They wanted to end extreme poverty in all of its forms. So they made a list of 8 goals, called the Mi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s, and they wanted to achieve these goals in 15 years. One of the leading organizations working to fulfill these goals has been the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 or UNDP. We're present in more than 170 countries and territories. We championed the goals so that people everywhere would know what they were and how people could do their part. We funded projects that helped fulfill the goals. We helped countries accelerate NDG progress by breaking down the silos and working across sectors. We acted as scorekeeper, helping countries to track progress. As a result, the number of people that live on less than $1.25 per day has dropped by more than half. The number of primary school-age kids who don't go to school down by almost half. The number of people getting life-saving treatment for HIV increased by over 15 times. Child mortality down by almost half. As much progress as we have made together, there's still a lot more to do. Over 800 million people are still living on less than $1.25 a day. 1 in 9 people on our planet goes to sleep hungry each night. Deforestation remains alarmingly high in many countries. Oceans are becoming more acidic, threatening food security and marine ecosystems. And about 1 of every 6 adults in the world is illiterate. 2/3 of them are women. We think those are tough numbers, and so do leaders from the countries where we work. So in September 2015, they agreed on a new set of goals to help finish the work we all started in 2000. The new goals are called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or SDGs. We have made significant progress in the last 15 years, and we think there's plenty of room for hope, for action, in the next 15 years. Today, the world is more connected by technology. We know more about how to balance the 3 pillars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social progress, economic growth,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However, our climate is changing. Our planet is transforming, and there are more people on Earth than ever before. We at UNDP believe everyone can have enough of what they need living within our planetary boundaries, and we are working around the world to make this happen. Our goals to reach by 2030 are to eradicate extreme poverty, protect our environment, and much more. UNDP has 50 years of experience working with countries to make this a more prosperous, healthy, inclusive, and sustainable world. Join us. 好，好，刚刚播的就是 SDGs， 快速的让大家了解这个运动的原则上前面有提到一个 NDGs， 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看到，
那个是2000年、千禧年提出的一个目标。其实这2个都是联合国提出的，对于我们这个环境发展的一个计划。然后大家村这个是，然后它大概每15年会检视一次自己的计划到底怎么样。所以我们的 SDGs 大概是2015、16年这个时候开始，所以它下一个检核点就是2030年，它就是15年检核一次。那现在的话，就像我们现在做的就是 SDGs 的部分，然后它里面有提到了几个范围的向度，有提到饥饿、教育啊、保护青少年啊、贫穷啊，对，然后它重点就是在环境的永续发展。好，所以大概的概念是这样。好，这个是属于目前我们会面临到的一些议题，就是我们身为幼童军服务员或童军服务员，那我们会面临到的，像目前童军主推的，其实也不只是童军，其实教育界也开始在推这个，好像这变成一个全民运动这样子。嘿，好，那接下来的话就是一个接下来就是我们童军跟环境之间我们应该灌输什么样的东西给孩子？就是当我们从事野外活动、从事户外活动的时候，我们应该抱持什么样的一个观念？那这个部分呢，无痕山林就是一个，当我们在从事这些活动的时候的一个理念，就是我们尽可能的往这个方向的精神来迈进。好，那也是有一段影片跟大家分享。啊，这个就是我们目前所会面临到的一些议题。好，等我一下。Just give me a try. And I swear we could be gigantic. Everything like it on Sunday night, this could be worth the risk. But the guarantee could be the truth it never bites. Just give me a try. I swear we could be gigantic. Everything like it is Sunday night, this could be worth the risk. But the guarantee could be the truth it never bites. 没有回答我，那个是我信息的风格，对。
好，好，其实你看它其实里面有一些准则，我们童军其实有一些是大家已经默默在遵循的东西，但是你就会发现有一些跟我们似乎有一点冲突。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发现里面有一些东西，不过他有稍微提醒我们，各位还记得我们那个童军不是都会有那个做记号的这件事吗？刚刚影片是不是有一个在堆石头啊？然后之前童军不是都会有一些痕迹的记号吗？对，他说你做了这个东西之后，记得要把它恢复原位。但是有时候我们就常常会忘记做这件事。OK，这是这个。其实它里面无痕3.0其实只是要表达一件事情，就是尽可能的不对当地的环境，然后破坏的程度到最低。然后就是如果你已经破坏的，你就是在既有破坏上面活动就好。不要再去开垦一些新的东西。你有没有发现它的重点就是尽可能的不要去干扰那个部分。其实这是一个精神吧。就像你看，像我们的萤火，其实已经开始慢慢的有这个精神出现，就是我们用火，但是我们尽可能的让它架高烧。哎，其实这个就是一个不会破坏所有森林原野的一个很好的方法。对，所以其实我们童军有默默的在实践这些东西，但是我必须说，还是有一段很长的努力的空间。那我们也要慢慢的把这些概念，然后确实的带给孩子，然后当孩子在从事野外活动的时候，啊，他也可以遵循。OK， 好，那做了这么多，其实重点是因为我们的气候变迁的关系。你看今年基隆很夸张哎，都已经快12月了，然后还有25度，白天还25度，白天还可以穿短裤短袖，然后最夸张的是还没下雨。基隆什么时候11月底了还不下雨？这就是你就会发现很明显的就是那个气候变迁，就是导致于所谓就是跟我们以前日常生活的习惯就已经不是很一样的情况。对对对，所以没有想到基隆人不下雨会焦虑呢。好，那这是第一个部分我们要面临到的一些议题。那第二个议题就是所谓性别平等的议题。好，就最近常推的一个 Safe from Harm 的部分。那其实这个议题其实很早就在提，其实不是说最近才提而已，是很早就是就是防止青少年就是受伤害的一个政策 Safe from Harm。所以你就会发现现在只要是大型的活动，身为童军义务服务员都要进行那个线上的研习，大概是半个小时到1个小时的线上的研习。那我相信大家都已经做了。如果你有去参加，你会发现现在只要参加大陆营或者是参加这种大型活动，你就一定要做这个。然后做完之后，好像那个是1年有效还是2年有效，我有点忘记那个时间。原则上就是你一定要上去做那个，做完之后你可能效期就是1年或者多久，就不用再做。我们这次去世界大陆营，其实也去之前，我相信去的都知道，去之前也要做一个那样的东西，就通通都一样。那其实这个东西已经很早，已经算是已经有在谈的，但是真正让这个议题变得比较明确的，就是美国童军的问题。我跟各位应该都有听说，你有听过这件事的，你可以举个手嘛？就是你有听过美国童军破产这件事？对，好，很多人都听过。OK， 好，他破产的原因不是因为他乱花钱，而是真的赔到脱裤子。赔什么？赔到脱裤子呢？就是美国童军在这几十年中间有很多的儿童遭受团长性侵的案件，然后被压下来之后，就是其实他们美国童军总会知道这件事情，知道这件事，但问题是他们就是没有，就是硬把它压下来，然后后来就是被公开。就这一公开呢，就是当年的受害人纷纷跳出来，然后说：“哎，我当年怎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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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那个人数好几千。后来他们就是联合球场，然后一赔就是好几十亿美金哦。然后美国童军总会就是没有办法支撑这样的东西，然后就是宣布破产这样子。那事实上是不是真的破产？那我目前还没有很确定，但是很确定的就是美国童军因为这样子，然后就导致一个濒临破产的一个情况。那这个议题基本上就会不断的在呼应联合国，在呼应世界童军总会的这个政策，
就让这个政策显得非常明显。所以你就会看到我们现在国内只要是大型同性活动，然后我们都会去注意或正视这样的议题。对，那我不知道该不该放一个影片给大家看一下，就是其中一段，就是当我们身为同居义务服务员对孩子造成这样的伤害的时候，孩子的伤害是一个是一个基本上今生今世可能是难以磨灭的伤痕。那我们在就是目前关于这个议题的影片，有2个电影系统有类似的影片，一个是网飞的影片的名称叫做，糟糕，我看一下，我写在哪里？哦，网飞的影片叫《童军的荣誉：美国童军秘密档案》。网飞的影片有一部是这个，它影片大概都是50多到60分钟左右，大概1个小时左右。那迪士尼的电影就是频道里面有一个影片也是类似，其实我最早看的是迪士尼的一个叫《罪过留痕》，它里面就去访问了这些就是被侵害的这些当年被侵害的这些，有的现在还是青少年，那有的已经成年到40岁50岁，然后当他们回忆起当初被团长性骚甚至于性侵的时候，他们回忆起的时候还是会泣不成声，然后流一泪。对，就是还是会，而且想到的时候，还是你就会看到他眼神中还是会有那种恐惧的眼神。对，也就是说，就是当这些所谓的有恋童癖的服务员，然后混进了这个我们童军的这个大家庭，然后他们假借这个四海之内皆兄弟的这个名号，然后就是对，然后借着帮助孩子的这一个名义，然后进入了童军的组织，然后对了这些孩子上下其手，做了一些非常见不得人的事，对这些孩子造成的伤害。所以现在这个议题现在变成我们童军界一个很重要的议题。所以每次讲到这个议题，我都会就是一句话，请以美国童军为戒，就是会这样。那这个议题必须说它很严肃，对，那就是会提醒各位服务员要注意这样的东西，自己团内的一些成年服务员、成年领袖，那可能就是要多注意一下这个有没有这种类似的状况。好，这是第2个议题。那第3个议题就是我们发现其实现在的知识的快速的传递跟爆炸，你就会发现很多的知识可能一段时间之后它就过时了。那你就会发现我们在童军以前我们曾经所学的这些所谓服务员具备的这些所谓的能力，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发现，就是我觉得快要跟不上时代。就是我们以前可能或许以前我们在做一些童军服务员训练的时候，我们学到的东西，现在好像没有人在说的，然后现在似乎好像也跟不上时代的要求，然后就变成我们这些技术，有些东西或许还可以保存得下来，但是有些东西你就会发现已经快要跟不上了。对，那个知识量太大，然后讯息量太大，而且现在有网络，以前没有网络，可能或许你还可以拿着天书这样混10年20年，但是问题是现在没有现在你很多东西就是网络上自己搜自己看，要不然我哪来那么多影片？我的意思就是讯息量很大，对，我们面临到的一个社会就是这样的东西。再来第4个，我们面临到所谓的休闲形态的改变，也就是说以前的年代，人们要休闲的管道是比较少的。你能够50年前、60年前，如果你能够在家里面买一台电视机看，哇，那个大概全村大概就是哇，你们家最厉害。比较早期的前辈应该知道我在讲什么，可能全村里面可能就是这1台电视或2台电视。那他们以前的休闲娱乐其实不会像我们现在，我们现在很多，对，我们的选择也很多，包括露营这件事。以前我们都会觉得哇，童军都可以去露营好开心现在呢？现在他们会去羡慕童军可以露营这件事吗？没有露营基本上4人大概都可以露一下，而且露的条件已经好到可以把饭店搬到露营区了。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看过那种豪华的露营情况，应该大家都知道。
对，我第一次，我那时候听到好下课哦，居然露营还可以吹冷气，这真心就是现在的这种所谓的露营这种东西，以前或许那童军可以说我们就是常常去野外露营或干嘛，现在不好意思哦，现在他们这些外面的这些露营咖那个露营的设备包括一些露营的常识知识，搞不好比童军还更有丰富的经验跟知识。然后除了这个东西之外，那现在年轻人的休闲形态也不见得一定要这样子啊，我干嘛去野外这样子把自己搞得这样脏兮兮的，对不对？在家里面冷气吹吹，对不对？手机滑滑，平板滑滑，滑鼠摇一摇，都比在野外舒服啊，对不对？跟同学约约上街吃饭，对不对？都 OK， 都比这个舒服，我干嘛一定要这样子去野外，然后把自己搞得很辛苦？在外面淋雨啊、吹风啊，对，所以第四个就是说我刚刚讲的就是休闲形态的改变，对，这个改变基本上对我们来讲也是个挑战，就年轻人不见得再把童军活动当做是他唯一甚至于羡慕的选择。再过来就是第五个就是我们会现在面临到一个是非价值混淆巨变的一个时代。就是以前我们受到的教育告诉我们的一些基本的道德观念，你就会发现慢慢的在崩解中，也不要说崩解啦，也就是慢慢的在被挑战，对不对？好，那就是像我今天没有要对任何的那种有任何的意见或干嘛，但很明显的就是这些议题开始慢慢的对于我们早期所受的所谓的价值观的教育，开始慢慢的有了一些挑战或不一样的声音。那我们的青少年也有蛮大的一部分，慢慢的会受到这些新的价值观念影响。然后当他们的观念被影响的时候，就会跟我们的格格不入。也就是说，我们想要用童军方法、童军教育，然后来带领我们青少年的时候，我们可能就会面临到一个所谓的代沟的状况，就是我们讲的他们不见得信，会碰到这一件事情。然后外面现在这个也可以啊，为什么一定要按照你说的这样？就会产生这样子的一个比较冲突的一个情况。再来就是我刚刚有提到一个部分，就是3C 用品的部分。好，3C 用品的部分，这个部分我必须说啦，因为它真的影响到了我们的生活，因为它已经等于是已经快要主宰我们的生活的一个状态。我们以前手机是真的打电话才用，对，现在的话，我们是手机呢是没电了才不用。现在是变这样了，就是现在我们做任何事情，基本上手机拿起来，当昏暗的时候，手机拿出来，手电筒就出现；当我们需要拍照的时候，那个手机就出现。对，当我们需要讲电话就不用讲，当我们需要上网的时候，手机就出现；当我们想要喝饮料的时候，手机就出现。当我们想要吃午餐的时候，手机就出现；当我们想要跟别人聊天的时候，手机就出现。你就会发现，手机取代了我们很多很多的功能，我们日常生活的起居的很多事情。那你就会发现，我们从小孩到大人，很多很多，慢慢的开始被手机制约。我敢说，你们跟我一样，你就会发现我们在手机上的时间越来越多。我相信大家应该都跟我会有相同的想法跟感觉，但是你又会发现没有它似乎不行。你知道像现在我们现在出门，对，然后我们第一件事情会想到什么东西忘记？手机忘记带。然后那个手机没带出门呢，车子一开出去，你就会发现手机没带，完了，我今天等等等等，你就会有这个很多事情什么不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不能做，你就会发现没有手机好像什么事情都不能做。那我有时候就在想想，30年前没有手机的时候，我们都在干嘛？对，你就会，为什么会变这样子？
那手机影响了我们的生活，那同样的，手机也影响了我们青少年的生活。我们要怎么样运用童军运动，把青少年从手机世界拉回到现实世界？这也是我们身为童军服务员、幼童军服务员面对的一些挑战。所以其实我觉得，其实我们现在面对的挑战，以台湾来说，目前是没有什么战争，不过似乎有威胁啦。但是目前以现在来看的话，这部分是还好。但是很明显的，我们所面临到的挑战没有比较轻松，其实反而是一个严峻的一个情况。那既然面对了这么多的问题，那我们要怎么来去面对？我们身为幼童军服务员，那我们的孩子都这样啊，就懒得出门，喜欢使用3C 用品，然后就是他不愿意从事这么疲累的活动，他也不愿意到户外去，然后他对我们童军的教育的一些理念啊，他也不见得认同。那在面对我们的青少年对于童军运动有兴趣这件事慢慢退去的同时，我们身为幼童军服务员，当他们还在小的时候，我说过人的可塑性是年纪越小可塑性越大。那我们身为幼童军服务员，当孩子可塑性在最好的时候，我们应该要具备什么样子的特质、能力跟观念，才有机会让我们的幼童军的孩子可以朝向正确的方向发展。好，那我这边有几个点，那提供给大家参考一下。好，第一个就是我们不能再继续抱残守缺，我们不能再继续固步自封，我们不能再死守着以前旧的一些思维跟方式。当然，好的价值要留住，我们只是换个方式来实践它。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要随时的更新自己，包括一些态度、想法跟观念要更新。好，就像我们老师，30年前你拿棍子打学生 ，OK， 家长还会送藤条给你，请你打他。现在呢，你只要骂学生骂的稍微重一点，你马上被投诉，对不对？那这个时候，那我之前我们在学校处理这种所谓的就是不适任教师这种流程的时候，那来的委员其实他都有讲一句话，就是他常常处理这种老师管教不当这些问题，他其实讲了一句话：通常处理教师管教不当的老师，被处理的老师，多数都是认真教学的老师。啊？为什么？他没有不认真哦，但问题就是你用的方法错。对，你用的方法不符合现今对于管教学生的标准跟要求，甚或期待。那你内心一定会觉得帮这个老师抱屈哦，他那么认真哇，他以前都怎样怎样哇，学生很爱他，他这次只是这样子，稍微动手拿个棍子敲了他手2下，哇，就被弄成这样。这就是什么？这就是我刚刚说的，就是他没有去更新他的管教方式，也就是说，他爱学生还是一如初衷，但是他没有调整他的方法，然后他没有调整，就会变成不符合社会价值与期待。所以我觉得，身为幼童军服务员也是，你必须要调整你对于小狼的一些方式。嘿，我之前我有看过那种高中行艺，你知道，他们那种高中行艺团，大概30年前，他那高中行艺团是怎么？他们那个学长学弟制是很严重的，就是会体罚我有看过，就是体罚但是问题是，现在的你去看现在的童军团，谁还这样弄？没有人这样弄了，谁敢这样弄？没有人敢这样弄。对，就是以前就是把一些所谓的军队里面的那种学长学弟制啊，或者是那种军教片里面管教的方式，把它套在童军运动里面。现在谁还敢这样弄？但是以前是这样。
有看到这样的，但是问题是现在能不能这样就不行。对，所以我会觉得要能够去调整，好，这个很重要。就是身为幼童军服务员，你必须要不断的跟随着时代去调整，爱他，爱孩子，这是我们的初衷，这不能变，但是方法可以改变。好，这个部分就是我们必须要有这种随时调整自己带童军方法跟思维，要随时调整。第二个，身为幼童军服务员，一个很重要的特质，要把自己当成是一块干海绵。为什么要把自己当成是一块干海绵？因为当你是干海绵的时候，你就会不断的吸收新知，对，你不断的让自己的人生变得很丰富。当你变丰富的时候，受益的就会是孩子，因为他可以从你身上学到很多。就像现在最常讲到的名词叫做斜杠人生，你要让自己的人生变得异常斜杠。当你异常斜杠的时候，你就会不知不觉具备了很多很多的能力。当你有很多很多能力的时候，你就有这些能力去帮助孩子，你就可以有很多东西可以让他学习。对，要让自己的人生变成斜杠，努力斜杠，不要说哎，我这辈子只会这个啊，那万一哪一天同军活动里面没有你这一项的时候，那你还剩下什么 ？OK， 好，第三个要有教学相长的观念，也就是说，其实幼童军服务员他就是个过程，一个好的幼童军服务员，他绝对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他也不是天生就会当幼童军服务员，你必须要有所谓的教跟学这件事情。很多服务员很好，就不断的去学习，他会去学很多幼童军服务员该有的技巧，他会花时间去学唱跳啊，学带游戏呀，学说故事，他花很多时间去学。但是他回到团里面，他并没有实际的站到前面去做这些事情，他没有让自己有机会去练习学习到的东西。所以其实在这个地方，其实我很鼓励，就是如果说你们家长服务员，你们花了时间，甚或去参加所谓的牧章训练，啊，成为牧章持有人之后，如果有机会，鼓励大家，如果当有训练的主持人邀约您去参加他的训练组员的时候，麻烦请踊跃的举手说好，虽然我知道我的能力不行，但是我愿意承担。当你愿意承担的时候，1次、2次、3次，你就会发现你的能力会在服务的过程中得到大幅度的增进。因为我为什么说的这么斩钉截铁？因为我就是这样一步一步一步上来的。也就是说，现在你叫我在人前做吼声 ，OK 没有问题；你叫我人前说故事，我 OK；叫我人前上课，我都可以，教什么都行。为什么呢？因为我参加了很多很多的训练。那当我参加这些训练的时候，当我操作的不好的时候，资深的团长会来告诉我我应该要怎么做。那我借由这种不断的教的过程之中，我从中可以学习到这个课程应该要具备的能力跟知识。所以身为一个幼童军服务员，要懂得教学相长这件事情。所有的事情可以的话，都能够亲力亲为，这样子你会学到更多。好，再来第4个，回到刚刚海绵的问题，也就是说，当你在进行团集会的时候，或你去参加训练的时候，像我以前参加幼童军牧章训练的时候，我发现我的工程技能很差，我不会打工程绳结，我什么都不会。那参加完训练之后，6天下来，我就会觉得，我想多学一点。所以这个时候呢，我就参加完那个牧章训练半年之后，我就赶快报了。基隆市那时候有办了一期童军的牧章基本训练，我就很开心的去参加，就学到很多，觉得原来童军是这样什么。然后后来又紧接，然后就赶快又回去参加了什么行义牧章什么，就这样子。我的童军技能很多是藉由参加训练得来。也就是说，身为幼童军服务员，当你知道自己能力不足的时候，你要能够主动去学习。只要你有这个起心动念，
你的服务员生涯就会越来越进步，你就会越来越好。再来就是你必须身为幼童军服务员，你必须要有一定程度的理念坚持，你必须要深信，好，幼童军活动、童军方法对青少年绝对是正向，而且它是能够让青少年在正确方向学习的一个很重要，而且我不敢说唯一，但至少是一个非常有效的方法。之前的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听过，我想北台湾的应该都知道。那中南部的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听过行健团长。其实我个人真的真心觉得很钦佩他的原因，是因为他是真的具有少数我认为具有童军魂的团长。也有一次我在跟他相处的时候，他就给我看了一段话，他就说，身为童军服务员，你必须要具备4个相信。那时候我很认真的把这4个相信背起来，可是背完之后，你知道我现在脑袋是那种金鱼脑，所以后来我今天又来跟他说，那个团长，那4个相信你可不可以再跟我说一下？那我希望借由今天呢，各位伙伴可以借由他这4个相信，可以思考一下，当你身为幼童军服务员的时候，你有没有这样子的想法跟做法？他说，身为童军服务员，你必须要有4个相信。他说这是贝登堡说的，不是他说的。他说第一个相信是相信每个儿童、青少年都有无限的潜能，等待我们去启发、引导他们。这是第一个相信。第二个相信呢，我们要相信每个童军服务员都可以成为儿童、青少年的典范跟帮助者。好，所以典范跟帮助者，第2个重点。第3个相信就是相信童军的方法可以帮助儿童、青少年的全人发展。最后一个相信是相信上苍，我觉得每个人的信仰会一路祝福保守童军运动的成长。我那时候读完之后，我深受感动，因为这个基本上是我觉得没有童军魂的人，或甚至于没有对于童军服务员有正确使命的人，他不会去想这4句话。所以我听完之后，其实我就共勉之，真的就是共勉之。对，所以我觉得我们必须要去坚持这样子的理念，相信童军方法是唯一可以拯救青少年，让他们开往正确的道路上的一个方法，很好的方法。要相信这件事。好，再来，我今天好像讲有点久，因为最后一集，不好意思，我多讲一点。再来第6个，身为幼童军服务员，你必须要去注意到你的人际关系。这个人际关系我之前其实在课堂里面有提过了。人际关系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童军它是个人的团体，既然是人之前伙伴都讲得很清楚，人就有江湖。对，既然有江湖，这个所谓的人际关系这件事情就非常的重要。无论在互动上，团内团外的互动，人跟人之间的交流，我这边讲的比较简单，就是至少你要做到一件事。既然童军是4海之内皆兄弟，那就是宁可多很多的朋友，也不要多一个敌人。不要把童军界的人到处树立敌人，要多一些朋友。这样子你的童军服务员的路会走得非常顺畅，无论是团内或团外，很多事情，对，多做一些，少计较一些。我觉得这个会在童军界会过得比较愉快。对，那最后一个就是你必须要乐于跟青少年、跟儿童在一起，无论是交谈、带领活动，带领这些孩子，你感到快乐，你感到有成就感。身为幼童军服务员，你必须要有这样子的感觉，就要有这样子的意识，就是我很开心跟他们相处，我很喜欢讲故事给他们听，我很喜欢跟他们一起玩游戏。
当他们不听话或不乖的时候，我也很乐于去指正他们，我也很开心能够看到他们的改变。你要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想法跟做法，那你就会觉得，哎，我来参加同学活动，这是很快乐的事情啊，跟这些孩子们相处。哦，但是要注意哦，不要触法，好吧？这个很重要，不要触法。哦，现在很重视这个 safe from harm，OK？哦，好啦，那因为时间也差不多了，那今天是我的最后一节课，那我只是借由这个题目啊，然后让各位伙伴们明白，我们现今幼童军服务员我们面临到的处境是什么，我们面对的问题是什么，我们面对的议题是什么。那面对这些问题，面对这些议题，我们应该要具备什么样子的条件去面对这些问题跟议题？这是我今天最后一节课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最后分享2段影片，然后作为今天的结尾，也是这个整个幼童军课程的结尾。好，那看完之后，然后就结束今天的课程。好，最后2段影片。我相信大家都看过了，哎，不是大家都看过，有些人应该看过，但我觉得这影片很有意思。It looks like rain again today. Dark clouds gather and fill the sky. Don't know how to talk to you, just know how to say好，还有一段，等我一下。Helping the kids out of their coats, the way the babies haven't been born. Oh, unpacking the bags and setting up, and planted lilacs and buttercups. Oh, but in the meantime, I got it hard. Second floor living without a yard. It may be years until the day my dreams will match up with my bed. Oh, girl, deep snow, watching the fire as we grow.好，最后这2段影片提醒各位服务员，你们的影响力，你们在孩子们的心中影响力是非常大的。所以我看到那个英文字 children see children do， 不要忽略了你在孩子面前心中的形象跟地位。所以请各位幼童军服务员善用你的影响力来影响孩子，让孩子能够跟你一样好。那以上就是我这2个半月的课程，希望各位不要嫌弃。好，谢谢大家。好，该说什么呢？
谢谢我们的亚兰团要唱长，白观音的吗？北观音后江。非常漂亮的结尾。好，那我看一下哦，我们先来一个合影好了，好不好？那待会就是大家有兴趣交流的，就那个留下来交流。OK， 好了，那大家可以把镜头打开喽。来，有方便有愿意要跟大家一起合影的，可以把镜头打开。今天要稍微认真。对，认真一点。欧阳团长今天有特别装扮。我今天穿的是德国童军，为什么要穿这一套呢？因为我这两套都还没穿。好了，好，就这样。来，都在了吗？要开镜头的都开好了吗？有没有还要再等的呢？好，预备哦，3、2、1。好，这边拍一张哦。还有一张吗？对，一张帮你们再来一张哈，我试一下，看看有没有？哦，有哎，依然是可爱的动作。好，我们谢谢亚兰团长。谢谢观赏，被学院讲座，请记得帮忙按赞、分享、订阅及开启小铃铛。